小娘子，你长大一点，没人娶你当老婆，你就只能当军妓了。按我林家祖训，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，需要选妻封地，为我林家开枝散叶。看过前3季的都知道，穿越选妻时，我一开口就是我留记1万钱，不仅一口气娶了3个老婆，还主动选了块破地当封地。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，可我却凭借现代人的眼光，开垦矿石，提炼火药，甚至和知县夸下海口，要让干旱多年寸草不生的牛背村焕然一新，来年丰收。从此下雨归我管，粮食靠我种。哟，三夫人这次进城后，怎么突然脑子开光变聪明了？是不是路上有什么奇遇？你别闹，人家说正经的。傻丫头，你就觉得你相公是傻子，故意让那秋意捡个大便宜？难道不是吗？就算郑有利不会背叛，可也经不住城主府的威逼利诱啊！别忘了，他们可都是劫匪出身，都有前科。你怎么反应这么大？难道郑有利刚才顶撞你了？三妹，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要公报私仇。相公信任郑有利，自然有他的理由。你能考虑到的问题，相公也早就提过了。哼，反正我看那郑有利有问题，他刚刚在路上还和秋意有说有笑，看到我就突然变了一副态度。好了，你也甭怀疑了，就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。如果郑有利是个聪明人，就不会乱来，不然他想当着我面隐藏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算了，反正你们怎么说都有理，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愿相信我的话。五月姐姐，我饿，人家要吃饭。真是饿死鬼脱生。来吧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相公，其实乌娜说的有一定道理。我知道，但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，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。或许他现在正在心里犹豫。什么？相公说什么？没事。快，1个时辰内将这些海盗全部烧了。相公，你疯了！咱们现在确实赚到钱了，手里也有不少银子，可也不能败家呀，直接烧了。那你大老远让乌娜买回来干嘛？让你烧就烧，别那么多问题。我这么做自然有我道理。领主家着火了！咱这领主又在搞什么发明了？林公子，您这是何意？这个季节也不像是添柴取暖，更不像是烧荒，而且这些干海带还是村民们刚刚搬进来的，怎么就直接给烧了？快，劳烦您老安排大家帮忙将这些干海带都投进火炉。快，大家帮忙把这些海带都投进火炉。我要的并不是海带，而是海带烧完后的灰。公子，这海带灰有什么用啊？放在平时那肯定没用，但这海带灰对接下来种庄稼可有大用，您老就甭问了。将海带灰倒进大黑锅，用蒸馏水熬煮。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是提取点。终于提取完了，哈哈哈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哈哈哈。啊！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就为这些粉末，相公，你到底要搞什么？这些粉末是不是也是肥料，可以让庄稼长得更快？当然不是，这粉末学名叫碘，是一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。不过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作工业。算了，爱咋咋地，我忍不住了，回去睡觉了。五月姐，相公，我也困了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相公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也回去休息吧。有什么事等明天再说吧。好，我先去工作间将这些盐保存起来。制造翠玉丹已经完成了一半，明天就只剩下熔炼银子了。但难点就是炉内的温度，必须要达到银子的熔点。不过银子的熔点是961°C。今天造出来的炉子虽然简陋，可在完全圈熔的情况下，也至少能达到700至850°C。好在我手里还存有大量黑火药，这些东西在完全密封的火炉内燃烧，会在短时间内急速升温。
别说达到961度，就是达到1000度之上也不是可能。如果实在不行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制造高炉。接下来炼铁需先调试高炉形制，我正好提前推演一番。吴越，你这新制的衣裳哪来的？喜欢吗？相公，想我吗？想啊。那你告诉我，是婉清好，还是我好？你好，当然是你好。这还差不多。还是得靠锅盖才能让火炉内温度上升，方便接下来的煅烧啊。十四爷，昨天就见你烧炉子，怎么今天还烧啊？当然，不但要烧，还要烧得更旺盛才好。你躲开一些，小心待会儿受伤。十四爷，您这也太败家了，干嘛要将银子丢进炉内啊？别这么惊讶成吗？要奋斗就得有牺牲，这10两银子烧得不冤，接下来带给牛背村的好处可是这10两银子的1000万倍。如果一旦研制出了催雨弹，帮助牛背村降雨，那将来种出的庄稼不但能解决牛背村500口人的口粮，还能用于售卖。毕竟在这封建落后的世界，粮食就是一切，只有自己掌控了粮食，将来才有和大端王朝上层阶级争霸的实力。公子，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相公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没事儿，我只是在炉内加了一些黑火药。什么？相公，你是疯了吗？要是发生爆炸，咱们这个家就没了。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就甭担心了。看来温度还是不太够啊。相公，你该不会是想将银子融化吧？是啊，我要的就是液化的银水。与金、铜、铁相比，银的熔点最低，也是最容易融化的，但仍旧无法成功。可见这炉子的功率还是太低。接下来还要熔铁和铜，怎么办呢？相公，你还记得余城那铁匠铺吗？他家的那种炉子，连铁砂都能融化，融化银子肯定也没问题。婉清，你果然聪明又伶俐啊！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相公的动手能力是真的强，想要什么就可以立即制作出来，好似他的脑中早就已经有了制造图纸。太好了，终于成功了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接下来就是碘化银的粉末。相公，完事了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这研究的是什么了吧？牛背村不是常年干旱不下雨吗？今天我就要让整个牛背山久旱逢甘露。十四爷，你的意思是能控制天气，让天下雨？不错，能不能成功我还不能确定，但就算是有1成的希望，我也要拿出10成的努力。这不就是竹筒吗？这玩意儿能让老天下雨？相公，就算开玩笑也要有个度吧？你这次肯定是吹牛皮。要是人能控制天气，强行让老天降雨，那足以青史留名了。现在多说无益，试试就知道了。简单的说，这催雨弹的制作工艺与制造弹药差不多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普通的弹药只有黑火药1种成分，足够当量就能产生巨大威力。而催雨弹中不光有黑火药助力，其中还蕴含隐化银这种特殊的成分。在催雨弹成功上天爆炸后，隐化银受热后便可在空气中形成无数个隐化银粒子。在高空气压相对较低的情况下，这些碘化银粒子会在云层中产生数不尽的冰晶，从而改变气象环境，达到人工干预降雨的目的。只不过当初我只在书本上学习，这还是第一次尝试。你就别上来了，待会儿我点火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。相公，你可别吓我，要是危险太大，就还是先缓缓吧。反正庄稼还没有大面积种植，也不急于一时。不行，已经拖了好几天了，今天必须尝试，而且也未必能一次性成功。
如果不能解决降雨的问题，那就算村民们将土地彻底改良，最后种出的麦苗也会陷入旱灾。成败在此一举，不成功便成仁。14爷，看来林家这次是真的看走眼了。相公，这就完事了？当然没有，看着吧，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能不能飞上天。飞上天？这玩意儿还能飞上天那破竹筒居然真的能飞上天，而且还冲入了云层。现在翠羽丹并没有进入云层，只是因为飞得太高，再加上光线的折射，肉眼根本难以看清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相公，你好厉害，居然能发射到天上！要是用这招对敌，一定会成巨大的杀伤。你想得美！要是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。林公子，这就算完了吗？您不是说可以让老天降雨吗？为何还没有下雨？再等等看，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尚早。人工降雨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知识，技术含量并不算高。可自己身处异世，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，想要成功也要碰运气，而且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让云层内产生物理变化，由大量冰晶改变空气温度和湿度，从而达到降雨的目的。大雷，就证明云层内已经开始产生物理变化，这正是要降雨的前兆。相公，成功了！这次真的成功了，下雨了！相公，你好厉害，居然真的能让老天下雨！你难道是天上派下来的活神仙吗？专门拯救我的？14爷，您隐藏的太深了，在林家的时候，您为什么一直不表现呢？邱公子，您怎么了？你可还记得我之前与凌云的那个赌约？记得。林公子真是神机妙算，居然连下雨都能算出来。郑统领，你也算是聪明人，真以为本公子是这么好骗的？邱公子误会了，小人只是我家公子手下的侍卫，又岂敢诓骗您？哼！昨天我去牛背村接你的时候，凌云正在院内捣鼓一些特殊的热水。要是邱公子想一探究竟，那咱们现在就立即去一趟牛背村，找我家公子一问便知。我不用去，你就老实告诉我，凌云之前搞的那些花招是不是专门用来降雨的？不错。哼，好一个凌云，真是不简单啊！能制造出射杀人的火器已经算是厉害，居然还能强行让老天下雨。他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。如果牛背村真的开始种粮，短期来看对余更府大有益处。纳粮多了，税银自然也多了，余更府的财政也会更富裕，对我爹的仕途也会更好。但要是放长远来看，问题可就大了。有了强大的火器，又能独立种粮，那接下来该如何发展，就是傻子都能看明白。郑统领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府见我爹。爹，孩儿有事求见。进来。是。你干嘛去了？弄得一身狼狈，为何不换衣服？爹，孩儿有急事，来不及换衣服。您先听我说完。大人，卑职就先告退了。你先别走，我待会儿还有事要交代。是。你有什么话直说，马总管也不算是外人。爹，外面下雨了，您可知是怎么回事？下雨就下雨，你还要究其原因？怎么，喝花酒喝傻了？不是，爹，您先听我说完。孩儿前阵遵照您的指令，去牛背村见了那凌云，期间凌云曾与孩儿打赌，说是能让老天下雨，从而解决牛背山干旱无雨的环境。你是说，这外面下的雨是那凌云搞出来的？不错，昨日孩儿去牛背村接凌云派来的4名手下，
曾亲眼目睹他在家中搞研究，说是要降雨，这才过去1天，就真的下雨了。所以这次降雨8成与他脱不开干系。公子，那位林公子卑职也曾有过一面之缘。老实说，他确实是个人物。可要说他能让老天下雨，这不是胡扯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小子是疯了吗？那凌云厉害确实不假，但也不必将他妖魔化。他要是有本事让老天下雨，那岂不是下凡的活神仙？小子，你真当你爹头晕眼花不成？哎，爹，我知道这么说很难取信于你，要不这样，您亲自随我去一趟牛背村如何？咱们一见便知。不可能，我乃余生府府尹，岂会亲自去那牛背村？是不是那凌云给你出的馊主意？既然爹不愿相信，那孩儿就先告退了。不过还有一句话，希望爹你能听进去。你说，那凌云下一步是打算在牛背村大面积种粮，一旦成功了，爹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？大人，大公子虽平日里喜欢花天酒地，但从不会触犯原则问题。他既然开口了，想必不会无故放松。那凌云也确实有问题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妙。确实有些蹊跷。不过这凌云要是真的能让牛背村开荒种粮，一定能解决我余征府粮食短缺的问题。咱们以后也不必再花大钱去浩征府买粮了。大人，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大个公子的担心也不无由来呀。那凌云手里本来就有能要命的火器，要是粮食也能自给自足，他可就等同于有了谋反的本钱。这事儿，这种事根本不可能，真当本官是吃素的。也罢，既然马总管开口了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探探凶实也好。不过咱们现在需要那凌云帮忙，可别得罪了他。若坏了本官的大事，小心你的脑袋。是，卑职明白。卑职办事，大人就把心放在肚里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好，那你下去吧。是。大人，刚刚马总管说的有道理，那凌云明显是野心勃勃，就算大人要利用他，也最好能敲打一下才好，不然恐生事端。其实早在我第一次与那凌云面谈，就意识到了他的野心。不过我笃定这小子不是针对咱们的。我前几天托人秘密打听了凌云在林家的事儿，这小子可是被林家坑惨了。而且别看他娶了3个老婆，却要为3个老婆还债。林家完全是拿他们这些庶子当外人，等将他们的全部价值都榨干，就会被抛弃。所以这小子得势后，一定会针对林家报复。原来如此，要是这么说，这凌云现在是在卧薪藏老啊！所以咱们只需要知道这小子行动就行，多了也不用过多参与。等他有一天去对付林家失败，他必死无疑。正好可以趁着现在多多利用他，将咱们那些不方便出手的事儿都交给他去做，岂不美哉？大人高见。现在也算是确定了制造工艺，正好多准备一些催雨弹，为接下来种田后的降雨做准备。公子，您找我有事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。没什么事儿，只是这段时间村民们一边忙着生产黑火药，还要去耕地，挺辛苦，所以这些银子就分给村民们，算是他们的工钱。林公子，您不是每天都付过工钱了吗？何况耕地也是为牛背村好，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劳动的，这些钱我们不能要。拿着吧，这点银两分给村民们也不算多，算是我凌云聊表心意。这样，这笔钱就先交给小老，以后种田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就从这笔银两里出。好吧，您老真是深得我意啊。那一共有多少亩地？大概1000亩地。这些粮食牛背村根本吃不完，要是用来销售，那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。林公子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事，你可以下去了。另外将这些种子也带回去。哦，好的。林公子，官府来人了！哟，这不是马总管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林公子，下官此次前来可是给你报喜的，是吗？那快快有请。好，请。
好茶，去准备500两银子。马总管不远百里而来，肯定是有事要宣布吧？要是好事儿，我还真想快些知道。哎，林公子莫要着急，我之前听大人家公子说，上周那场大雨是林公子安排的，可有此事？一场雨而已，马大官不必放在心上。那到底是不是林公子安排的这场雨？还真是，不过也只是在下瞎猫碰上死耗子。林公子人中龙凤，大人和公子都一直在夸张你，如今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马总管，您这次大老远赶来，该不会只为打探这下雨的事吧？当然不是，本官这次来是给林公子送银子的。这是800两银票，按照林公子上次与邱公子约定的3-7分，还请笑纳。看来于公府最近剿匪很顺利啊。当然，但能这么顺利，还是因为林公子派去的4名将士厉害啊。这100两银子全当给马总管跑腿钱了。怎么，马总管嫌少？林公子，您本事通天，能交上府尹大人，下官也是佩服得紧。如果没有本官从中斡旋，林公子根本拿不到这800两银子。我说马总管，您是余强府内务总管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专门为府尹大人管钱管各类物资的高官。按理说，光是大人跑来一趟，哪怕没有任何公务，在下都要好生招待才是。但既然马总管把话挑明了，那在下也就直说了。我凌云手里有点小钱是真的，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马总管想要钱没问题，只要帮我办事，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我凌云绝不会亏待盟友，可就怕马总管没这个能力，更没这个胆量。大胆，敢对马总管这般无礼，你活够了！林云果然是块难啃的骨肉，混账东西！本官与林公子谈话，哪有你多嘴的份儿？何况林公子还是府尹大人的座上客，卑职有罪，滚出去！马总管，考虑的如何？林公子想要下官如何做点什么？第一，我上次去于全府赴宴，曾送出去一批香水，我算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还望马总管能帮忙打听一下此事，看看有没有想要订购的。林公子上次那一批香水果然是好东西。现在余城内那些贵妇名媛们都在打听这香水，但那些官员因为职务参差不齐，都不敢来搅扰林公子，所以才没传出消息。这件事儿包在下官身上，只要林公子这边有现货，我保证能卖出好价格。好，那此事就定了。不知林公子打算多少银子卖一瓶？一瓶就暂时定价20两银子吧。什么？20两？怎么，马总管觉得贵？何止是贵，那么一小瓶的东西卖20两银子，林公子真以为当官的都是冤大头？当然不是冤大头，但据我所知，这些官员可都富得流油。卖20两一点都不贵，下官倒是没问题。只要林公子确定价格，那下官就按照这个价去卖。倘若卖不出去，林公子可就别怪下官办事不力了。马总甲尽管放心，这销售也是要有技巧的，要是愣卖，自然很难打动人。只要马总管能动动脑子，再利用一下手里的资源，相信一定能打开销路。到时候我可以保证，马总管每月都能收到一笔不菲的报酬。林公子能细说一下吗？下官吃鱼，没听懂您的意思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响产品的知名度，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余城最出名的人身上下手。最出名？那就是府尹大人了。府尹大人是大男人，又不用香水，找他有什么用？你要从府尹大人身边的人下手。林公子指的该不会是府尹大人的夫人吧？没错，就是大人的夫人。夫人上余城上流社会，也算是名人吧？当然了，所以只要是女人，都喜欢这香喷喷的香水。只要夫人喜欢，愿意接受，马总管完全可以借用夫人的名人身份去宣传香水的妙用。那些官员的老婆本身就喜欢，再加上他们各家的男人都在府尹大人手下当差，是巴不得能巴结上府尹大人。你觉得
这种收买人心的事，是不是一条商机？林公子真乃圣人也，这计划实在太精妙了。接下来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？不用了，下官已经全都明白了。第二件事，将来我还要做粮商，马总管有没有销路，能将粮食买到其他地域？林公子，这私自倒卖粮食可是杀头的死罪，应该不会是想给下官挖坑吧？当然不是，在下只为赚钱，可从不想害人性命。尤其是马总管这种人物，在下拉拢还来不及，又岂会陷害？那您说卖粮也没人敢收啊？我说过，你想要多钱，我都能给你，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能力。如果是将粮食在凤阳郡流通，那必然走不通，就会被林家人发现。但要是流通到其他的郡呢？林公子是说，任何事都要先开源，马总管也不必太着急，这粮食还没种出来呢。这段时间你可以积极笼络一下人脉，要是能与其他郡的同僚搭上线，那赚钱的机会还在后面。下官明白，这些交鱼是给你的，不过我希望你能用这笔钱去运作一下香水的事儿，也当是我对你的考验。要是事成了，下一步我会再给你一个更大的买卖。林公子放心，下官一定尽心竭力。林公子，没有别的事，那下官就先告退了。马总管千万别太看重眼前这点蝇头小事，只要将我安排的事做好，赚大钱的机会还在后面。明白，林公子就看下官接下来的表现吧。相公，咱们赚点钱容易吗？这死胖子什么都没做，就两片嘴一说，你就送给他500两银子。三妹，你别胡说，咱们将来要赚大钱，现在自然要铺路。没有这马姬的斡旋，咱们很难和那些达官显贵攀上关系。还是二夫人懂我的心。你上次不是与那秋光日还有秋意交好了吗？难道他们不能帮忙吗？何必低三下四的和这芝麻大的官儿费劲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术业有专攻。他马季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类商贾和达官显贵打交道。秋光日就算能耐再大，在这件事上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可是相公，这马季万一两头通吃怎么办？真没看出来，大夫人还有这种眼光。吴月姐说的没错，相公，你可要把控好。这帮贪官为了钱，可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如果真的可以两头通吃，那我也算他有本事。反正我给他报价香水20两银子一瓶，他要是能卖出100两一瓶，那就让他赚好了。不过说实话，相公，这香水卖一瓶20两银子，是不是太黑了？就是相公，你可真是黑心商人啊！制作香水的工艺也并不复杂，原材料就是一些普通的野花，就经过你那一套流程，就能卖出天价20两银子，在大端神朝顶得上普通平民至少2年的开销，甚至都能置办家业、娶妻生子都够了。哼，你们两个小丫头现在还背着巨债，却做起好人了。而且生意人本来就逐利，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。相公，人家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担心怕价格太高卖不出去而已。放心好了，我就是卖的价格再高也会有人买。何况你要搞明白这些达官显贵的心态，价格太低人家根本瞧不上，也配不上他们的身份。只要将香水定位成高端奢侈品，他们慢慢就会接受。转眼又过去1周时间，牛背山方圆几百里地焕然一新。邱公子，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？哈哈，郑统领何出此言呢？这笔赃银，本公子会亲自上缴到渝州府的库房。小人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您之前明明答应我家公子，剿匪所获的赃银要按照总数分给我家公子30%。之前不是已经给了你家公子800两银子了吗？难道还不够？当然不够。最近这1周的剿匪，累计收缴至少也有10万两白银。按照邱公子与我家公子的约定，我家公子至少也要拿3万两白银。郑有利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本公子又后悔了。实在没想到这帮靠搜刮民脂民膏起家的劫匪会如此富有。这么大的一笔不义之财，我余城府不到，他凌云也不能要。那邱公子打算如何处置这笔钱？很简单，本公子体恤民情，打算将这些钱全部散给余城百姓。好吧，
既然邱公子体恤百姓，那我回去也好交差，就先告辞了。凌云派来的这4人虽然个人实力一般，但配上竹筒枪，却如虎添翼，能以一敌百。而且这4人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也就是说，凌云必然私底下培养出了一批精通竹筒枪的将士啊！哎，郑统领，咱们就这样回去交差，林公子会不会惩罚我们吧？当然不会，林公子不是是非不分的主人，而且这次邱毅敢翻脸不认人，肯定另有隐情，咱们还是快点赶路。郑统领，这变化也太大了，牛背村不是无法种粮吗？林公子的本事岂是尔等能妄议的？看来咱们不在的这段日子，林公子又做了不少的大事。相公，快，郑有利回来了。这才半个月时间，看来他们这次剿匪挺顺利啊。卑职见过林公子，这次总算幸不辱命，完成了公子交代的任务。郑统领这次经过战场的磨练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像个将军了。是啊，郑统领经过锻炼，肯定能将牛背村的司军培养得更好。二夫人说笑了，只要是能为林公子分忧，让卑职做什么都行。好，来，快跟我说说最近这半个月的情况。林公子，这次跟随那邱毅剿匪倒是很顺利，但最后他邱毅却出尔反尔，强行扣押了本该是公子的3成银子。我就说你小子好像有心事，原来是这件事啊！林公子，那邱毅欺人太甚，如此不讲信义，咱们以后还是不要跟他来往了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了。相公，看来于金府已经开始防备我们了。放心，该是我们的，谁也别想拿走，就当先存在邱毅手里了。对方现在一定知道了竹筒枪的厉害和带来的实际好处，但想要长期威慑敌人，还需要大量的弹药。只要我们牢牢掐住弹药，就不担心余生府不妥协。这次剿匪一共收缴了多少银子？不算大笔物资，一共是10万两白银。相公，这件事绝不能这样算了。当然不能。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？直接和于政府翻脸？翻脸就翻脸。相公，你给我安排10名枪手，我一定能灭了那邱家父子。到时候有你做于征府尹，肯定还比他们强。你以为于政府的府尹是自封的吗？没有朝廷的认可，就算咱们将于政府攻下来，也完全没用，反倒会被朝廷当作反贼。就你们东路人最麻烦，要是在我南蛮，绝对要立即报仇。行了，这件事不怪你，你也不必自责。吴越，去拿100两银子赏给郑统领。是，公子。公子，咱们现在也并不富裕，这银子就算了吧。何况卑神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。郑统领不必推辞。郑有利，这钱并不是因为你立功才赏你，而是因为你这次的表现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明白。林公子这次果然是在考验我。公子放心，我郑有离向天发誓，今生今世绝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儿。行了，你不用发誓，如果你真别有二心，发誓也不顶用。我只希望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。你下去吧。相公，上次马季送来的800两银子也被挥霍一空，再加上最近种田，又订购了一大批的种子，而且每天还要给生产黑火药的村民发工资，咱们手里的银子也不多了。唉，相公，不得不承认，你赚钱的本事确实厉害，但花钱的速度也是真快，而且你出手太豪气了。就是装呗，等彻底周转不开了，相公就算有再大的本事，也发挥不出来。3位夫人莫要担心，这钱是赚出来的，可不是省出来的。只要都用在刀刃上，就不算挥霍。我保证，花出去的钱会10倍100倍的回来。就再熬一段时间吧。那边情况如何？我费了老大劲儿，总算是与那马季见了一面。
他让相公等着好消息就行。最近余镇府来了一位大人物，听说是朝廷派来的钦差，所以别说是马总管，整个余镇府都忙得不行。钦差来余城干嘛？我听马总管说，是来视察民情的，而且这次也只是顺路来余城。听说是浩城出现灾荒，饿死不少百姓。浩城灾荒？这怎么可能？浩城可是凤阳郡远近闻名的产粮大户，要是浩城都能饿死人，那凤阳郡岂不是都要饿死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等到马季来了，你亲自问他好了。对了，相公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在余城路过那铁匠铺，是那老铁匠给你的，说是之前相公订购的。里面到底是什么？你没打开看看？当然看了，不过都是一些细小的铁块，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这可是好东西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不过，这些灵祭造的实在太粗糙了，边角的位置还有多余的废铁，而且每个零件都不对称。还好我提前制造了一个简易版的打磨机。谁啊？公子，是马总管来了。哦，快有请。下官见过林公子。马总管，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是将你盼来了。怎么样？这次可有什么好消息带来？当然，林公子上次的计划实在是高明啊！下官只是略施小计，就成功让府尹大人的夫人帮咱们狠狠宣传了一波。之后我闲暇之余就一家一家的去拜访，那些夫人名媛果然都舍得花钱。公子，这是2000两银子，请笑纳。卖了100瓶，倒还没有这么多，只是下官想要囤一些，到时候也方便售卖。原来马总管是这么想的，这是好事儿，证明马总管已经开始上道了。不过你想两头通吃，这就有些过分了吧？不，林公子误会了，下官已经想好了，您以后不用给下官好处费，只要能源源不断的给下官供应这些香水就行。好，马总管果然靠得住。既然谈到现在是双赢，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吧。哎呦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马总管还没吃晚饭吧？今晚就留下，咱们好好喝几杯。林公子，下官今晚是偷着赶来的，要立即回去才行。要是让府尹大人知道，下官可就完蛋了。马总管不必担心，这个时间段就连你都能偷懒办私事，那府尹大人肯定也是如此。你就放心留下陪我喝几杯，保证耽误不了你的公务。既然林公子盛情难却，那下官就叨扰了。请。古月，快准备酒菜，我要和马总管喝几杯。饭菜马上就好了，马总管来的可真是时候。让大夫人费心了。马总管，我听乌娜说，朝廷派来的钦差是专门调查浩城灾民的事。别提了，浩城府尹这次怕是要到头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浩城不是凤阳郡的产粮大户吗？怎么会饿死人？哼，浩城确实产粮不假，但昊天府尹为了中饱私囊，去年居然强行将百姓手里的粮全部低价收走，再倒卖到其他的郡府，他倒是赚个盆满钵满，但百姓可就苦了。尤其是今年旱灾严重，浩城今年的粮食别说是外卖，就是自己留吃都不一定够。不过林公子，您可真是神人啊！今年整个凤阳郡多处闹旱灾，庄稼都被活活晒干了。你这牛背村按理说更是最贫瘠的土地，怎么反倒长势这么好？听马总管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了。看来今年就算卖粮，也能赚一笔好钱了。是啊，现在粮食最值钱。林公子到时候要是真的开仓放粮，绝对能赚个盆满钵满。不过，按照余政府下方在各地的征粮条例，林公子要优先给余政府纳粮。需要纳多少粮？你可知道？纳粮比例是总产量的20%，这是强制执行。当然，这些粮食余前府也要上贡给林家，而林家要将各个地方的粮收集起来，再拿出一定的比例上贡给大端神朝。
这么说，如果我牛背村今年总产量是1000万斤，就要先拿出200万斤的粮食上供。不错，林公子，您可千万别舍不得，这纳粮可是好事儿。朝廷为了激励农民多纳粮，会奖励纳粮的村子，就好比牛背村，要是纳粮交满了，可以享受一些特殊优待。如果表现得特别优秀，甚至可以踏入仕途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不过要满足这个条件，至少也要按照最高额度纳粮超过5年以上。林公子，您能否告诉相官，牛背村这次收割庄稼都产多少粮？这很重要吗？林公子别误会，下官只是好奇而已。何况咱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联系，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啊！要是有什么好事儿，下官也好帮公子一把。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前，你先告诉我，府尹大人对我牛背村现在是什么看法？是这样，因为那钦差来巡的缘故，府尹大人将牛背村当作示范村，并邀请钦差过段时间来这儿视察。哦，那你为何之前不说？林公子可千万别误会我，不是我不说，而是这件事现在还没正式下公文，没定下来的事，下官岂能乱说？不过，就算林公子不问，下官也一定会告诉你的。相公，钦差来巡视确实是好事，但就怕那秋光日没安好心。为何这么说？刚刚听马总管说，浩城现在正在闹饥荒，如果咱们牛背村今年迎来大丰收，秋光日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一定会做顺水人情，在钦差面前表现，将我牛背村的粮食救济给浩城。按照二夫人的思路推断，这确实很有可能。看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。林公子的意思是提前收割，隐瞒产量，可行？林公子，这办法倒是可行，但可是有风险的。一旦被府尹大人发现，或者被钦差发现，牛背村可就完蛋了。哼，不管怎么说，想让我凌云替别人做嫁衣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我也不会答应。林公子放心，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是不可能出卖你的。开饭了，马总管，请吧。马总管，有一件事，不知你是否知道内情？什么内情？就是前不久我派手下侍卫协助于公府剿匪的事。差点就忘了。林公子，下官知道那邱毅贪了与林公子商议好的赃银，为了这件事，府尹大人还与他发生过争吵。没想到府尹大人还会为我说话。府尹大人为官多年，老实说，他是一个极重视规矩的人，而且大人曾说过，想要利用林公子剿匪，甚至是升官发财，但却从没说过要对林公子不利。哦，那后来呢？府尹大人就没说继续履行契约？林公子放心，这件事不会这么算了的。就算府尹大人给忘了，下官也会提醒的。哎，马总管就不必参与了。要是让府尹大人察觉出咱们之间有染，那可就不妙了。没事儿，下官也算是府尹大人的心腹，别人说不了的话，下官还是有发言权的。我懂府尹大人的心思，他现在一心想往上爬，是离不开林公子这样的能人的。反倒是这邱毅一直在拖后腿。看来府尹大人父子关系是不太好啊。哎，岂止是不好，已经算是非常糟糕了。邱毅一直在暗中组建自己的势力，虽然不知要做什么，但肯定是要与府尹大人唱反调的。所以林公子千万别误会，那邱毅做出一些事并不是府尹大人的意思。相公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就是这马季啊，你觉得他可信吗？这个世界除了亲人，原则上讲都不可信。我也不需要完全相信，只要维持住现在这种互惠互护的关系就好。你让那马季什么都没干，就一瓶香水净赚10两银子，比我们还要轻松。傻丫头，你不要只看眼前，他确实什么都没错，但没有他从中斡旋，咱们手里的香水根本就卖不出去。换句话说，他拿的这些利润都是用强大的人脉换来的。等着吧，我要让香水的味道传遍整个大端神朝。相公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出去转转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来，就是为了得到这次收割的粮食。如果府尹大人有这个想法，那必然要讨好相公。所以那老东西会将银子送来，3万两银子，我都不敢想。要是真能要回来，咱们的那笔债可就有希望了。第一次来到牛背村，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地，遍地都是穷酸味。
但这才过去不到半年时间，整个牛背村已经脱胎换骨，焕然一新。林公子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出来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是出来随便看看。对了，马总管没事吧？他身上可是还带着100瓶的香水。林公子尽管放心，如今牛背村通往于征府的这条官路十分安全，早已没有劫匪了。好，这都是你们的功劳，回去吧。是。另外，替我将老村长找来，我有些话要和他说。是。林公子，您找我？按照现在庄稼的长势，等收割的时候，大概能产多少小麦？最近几个月，村民们一边种地一边统计过，咱们这次种植面积是1100亩。看着庄稼的长势，1亩地最少也能收300斤的粮食。如果按照这样计算，那今年的收成的粮食就有30万斤。你确定亩产量能有300斤？放在大端神朝，亩产量能达到300斤可是天文数字，而且还是牛背村这在外界人眼中最为贫瘠的土地产生。小老也不敢保证，但大概应该在亩产300斤上下。好，看来咱们牛背村今年要过个肥年了。林公子，你是得到什么好消息了吗？不错，我刚得到消息，号称缺粮，还有钦差有可能来牛背村巡视。林公子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要是有钦差来巡，那牛背村就算彻底要出头了。不能说是绝对好事，只能说喜忧参半吧。为何？今年整个凤阳郡多地旱灾，导致粮食供应不足。再按照府尹大人的一贯表现，他为连自己仕途，怕是要将我牛背村今年的粮食拿出来赈灾。所以，为了咱们牛背村长远利益着想，我打算提前收割。若是有30万斤的产粮，便按核定标准上报20万斤，余下的留作咱们村的应急储备。这样咱们手里有余粮，就算发生什么事也不慌。还是林公子深谋远虑，那就这么办。那些一心盘剥乡里的不良差，从来不为咱们百姓着想。另外，林公子尽管安排就好，小老一定组织村民，就算加班加点，也要提前收割粮食，绝不给他们算计咱们的机会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您老预估一下收割麦田的日期，之后提前3天开始。切记，此事不可宣扬。明白。小老这就回去给他们开会。等一下。林公子还有什么吩咐？明天组织村民在村内再挖出一个更大的地窖，用来储存粮食。是，小老记下了。你俩可知道，那林云是如何将香水卖给城内达官名流的？大人何必大动肝火？那林云不过是投机倒绑，赚了点快钱而已。也难登大雅之堂。而且我大端神朝中共分士农工商4个层次，这林云既然自降身份，甘愿做商户，那就随他去好了。要是他没有这么大的野心，本官就不担心了。我就怕他假借经商的名义，却暗中以香水为引，结党营私，那威胁可就大了。大人，这林云的野心早已暴露无遗。常言道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只要一切都放在明面上，就证明林云并没有想隐瞒的意思。既然都被大人看在眼里，那又何来威胁呢？马总管言之有理，大人，这林云是个人才，咱们必须要拉拢。就算要打压，也绝对不是现在。别忘了，咱们已经与钦差大人商定，要去牛背村视察，更要让牛背村出粮来赈灾。这么大的事是需要一定交情的，大人切不可丢了西瓜捡芝麻。另外，大人也不必生气，林云突然绕过大人，将香水卖入余城，必然是在上次剿匪的气。大公子可真是不地道，当初他和那林云商议好会给的银两，却被尽数克扣，换作是谁心里都不会舒服。好，你二人言之有理，倒是本官太谨慎了。马总管，卑职在，去库房提3万两银子还给林云。大人，3万两是不是太多了？依卑职看，给那林云1万两都算多了。马总管果然是本官的好管家，不过这该花的银子绝对不能省。是，大人。正如常师爷所说，这林云现在还不能得罪，何况这银子本来就是他应得的。大人，之前大公子将银子交给下官时，可是一再叮嘱，不允许下官还给林云的。那逆子胆大包天，我自不会饶他。你就按我说的去执行，大公子那边不用你管。卑职领命。另外，这3万两银子也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你去替我转告林云，想在余征赚钱是需要纳税的。之前他卖了100瓶香水的3000两银子，本官就不计较了。但若再胡作非为，就别怪本官不讲情面了。
大人放心，这件事交给卑职就好。大人，咱们对着凌云最好还是恩威并施。为何？难道还要本官低三下四求他不成？大人还要求他办事。大人先别忙着生气，这凌云之前就掌握竹筒枪那种能改变游戏交泽的火器，就已经算是一方人物了。至少这种人咱们短期内不能惹，还对咱们有非常大的利用价值。但这次就不一样了，他居然能让牛背村那鸟不拉屎的荒地变成种粮大户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本事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今年整个凤阳郡都干旱少雨，所以导致产量低下，而牛背山今年却连着下了好几场的大雨。此消彼长下，牛背村也与其他的村镇拉开差距。在当今，谁手里有粮，谁就是大爷。是啊，谁曾想这小子本事这么大，居然能让牛背村风调雨润，真是邪了门。大人，卑职说的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。您试想一下，这小子手里有打胜仗的火器，还能自产粮食，要说他没什么野心，恐怕都没人会相信。所以，卑职以为这凌云怕是早有图谋。哦，这小子该不会想要对本官下手吧？大人之前不是调查过这凌云在林家的事儿吗？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。依我看，这小子八成是想要报复林家。什么？报复藩王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大人，别忘了，去年在朝廷，削藩可一直都是热门话题，甚至因此死了好几名国事院重臣。虽然最后不了了之，但皇上肯定也意识到藩王对当今朝廷的危害。哼，常师爷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东一头西一头都将本官搞晕了。卑职只想表达一个意思，那就是提前与凌云交好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也绝对不能得罪这凌云。到时候这凌云正有要起事那天，咱们便可借着这一封封做出最后选择，哪边有利，咱们就选哪一边。好，常师爷果然是深谋远虑，已经想到了这一层。本官能有常师爷出谋划策，还真是鸿福成天呐！大人过誉了。不过这凌云真的是大人一生之中最大的一次机遇，抓住了便可扶摇直上9万里，将来或许也有机会位列朝堂。马季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无视本公子的命令！大公子这是哪里话？不知哪件事惹得大公子不快了？我知道，你是想提取那3万两银子送给凌云，你是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吗？哦，原来是这件事啊！大公子还真就错怪下官了。下官提取这3万两银子是奉府尹大人的命令，要是没有大人的命令，就是给下官100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啊！我上次已经和我爹说过此事，他怎么会答应？是千真万确，下官岂敢在这件事撒谎？大公子若不相信，可以亲自去问府尹大人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见我爹。马总管就先稍等片刻，要是敢趁我不在将银子送给那凌云，休怪我翻脸不认人！哼！爹，您真要将那3万两银子给凌云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爹，此事不妥。那牛背村在凌云的领导下已经变得愈发强大，要是再给他这3万两银子，更是如虎添翼。您是想培养出一只能吃人的猛虎吗？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小子该打，这一巴掌是为了将你打醒。大公子，眼下可是特殊时期，钦差大人还在我于公府做客，但一次性给那凌云3万两银子还是不妥。要是将他养肥了，我于政府可就要遭殃了。哦，没想到你小子居然比你爹我还要在乎于政府的利益，真没看出来，原来我还冤枉你了。好了，你也不用废话了，你现在就立即滚回家去，以后没有我的许可，不准迈入于政府那一步。爹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就算不是您儿子，那也是于当府的兵马总管，同时也是从五品的朝廷命官，我有权利指导一切，并参与其中。大公子，谨言慎行，不可胡说。小子，你可知道这于政府谁说了算？你确实是朝廷命官，也是兵马总管，但又如何？还不是要你老子我给你受命？老子倒是没权利罢免你的官职，但有权利扣押你手里的军印。爹，你别逼我，还敢拔刀？怎么，你还想杀了本官？爹，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意见，同时也能认同我的职务，莫要以势压人。来人呐，给我将这臭小子的兵器和军印缴了，再将他押入大牢。啊！你这个老糊涂，你听信那凌云的谗言，一定会后悔莫及的。去通知马总管，一切照例进行，莫要耽误大事。是。
郑统领怎么也在这儿？林公子，是这样，牛背村现在劳动力短缺，之前2线开工已经人力紧张了，如今又要开凿地窖，就更缺人。小老也是担心影响收成，所以特地请郑统领率众位将士前来帮忙。这件事确实是有些为难您老了，不过此事下不为例。我凌云培养司军是为了保护牛背村不受外敌侵犯，而不是干活的。要是万一现在有敌人闯进来，会造成多大的损失？相公，老村长也是好意，只是没考虑太多，你就别怪他了。大家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让牛背村变得更好。林公子说得对，二夫人不必为我求情，是小老考虑不周。老村长，您是牛背村资历最老的人，我凌云虽是领主，但也是打心眼里尊重您。我刚刚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只需要各司其职，各安其命就好。当今的牛背村即将成为重炮之地，一旦过段时间钦差到来，势必会被四周村落或者更远的一些城府知悉，到时候必定会有一些不长眼的前来侵犯，所以该有的警戒还是要有的，绝不能松懈。林公子，卑职已经安排了一小队的将士在外巡逻，要是有危险，就会鸣枪示警。郑统领，老村长只是村子里的老人，他不懂情有可原，但你可是我司军统领，你难道也不知道轻重缓急吗？只要是涉及到牛背村安全的事，都不是小事。我希望你能谨小慎微，不可再乱来。卑职明白了，罚你半年俸了，下去吧。林公子，您还是别罚郑统领了，要罚就罚小老吧。老村长不必介怀，这管理军事和对待村民是两码事。我作为牛背村的领主，必须要严格管控司军，只有严明的纪律，才能让牛背村村民都安居乐业。要是连最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，村民们哪还有心思做事？这地窖修建的不错，您老最近这几个月就多多费心吧。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凌云不近人情，但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，做任何事都要将个人情感和公事区别开，要是公私不分，必会酿成大祸。当然，咱们还有时间，要是真的忙不过来，可以慢慢修建这地窖。林公子，您不用和我们解释，大家都十分认同您，而且也知道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牛背村更好。相公，你今天为何要这么严厉？就算你说的都对，但也应该法外留情，这样才能拉拢人心。要是让大家都与你产生隔阂，对我们接下来的发展可是相当不利。我凌云一向奉行恩威并施，长皇分明。我上次可以奖励郑有利，那这次就可以惩罚他。我要让他明白，他就算手里控制着兵权，也有不可触犯的规矩，而这规矩就是我单独给他一人设立的。相公的思路果然异于常人，不过你说的对，他现在手握重兵，而且属下都配备竹筒枪，要是让他无法无天，再乱了纲常，那确实容易出现安全隐患。是啊，虽说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但也要让他明白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十四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十四爷，快进去吧，马总管他刚刚来了，现在正在厅堂，大夫人和三夫人正在陪同，快走。怎么马总管这次这么快又来了？难道是那100瓶香水卖没了？卖香水自然是好事，但依我看，马总管这次来带来的好消息可不止这些。林公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下官之前还以为要等上一段时间吃午饭呢。嘿，马总管都来了，自然要安排好。吴越，快去备午饭。上次品尝大夫人的厨艺，让下官回去后甚是想念，所以此次前来蹭饭，还望大夫人勿怪。马总管喜欢的话，以后可以经常来蹭饭。不过你可要多卖一些香水才是。马总管此次前来，可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？马总管这是何意？林公子，这是3万两，下官也是费了不少口舌，才让府尹大人答应交出这笔钱。马总管果然是办大事的人，如此我就先谢过了。林公子千万别客气，这些也都是下官应该做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林公子。什么好消息？秋意如今已被他老子罢免官职，关起来了。马总管的这个人情，凌云记住了。咱们来日方长，只要我凌云前途光明，绝对不会让马总管寒心。那就多谢了。
林公子，下官来前刚刚与府尹大人还有师爷常云面谈，看来那钦差大人来寻牛背村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所以既然夫人大人给在下这个面子，那我必然不会让他为难。只要不触犯我牛背村的整体利益，我倒是愿意捐粮赈灾。好，有林公子这番话，下官回去也好交差了。马总管还有事儿？是这样，府尹大人已经知道咱们在虞城卖香水的事了，对此他是十分不悦。我猜到了，他还说什么了？大人还说，林公子要在虞城做买卖，该纳的税还是要交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就按照虞知府规定的税收扣除就好。林公子，因为每次卖出的香水中也有我的那一笔银子，所以正常的税收就交给下官好了。哎，这不妥，马总管赚的也是辛苦钱，还为我凌云两头跑，岂能让你吃这个亏？没关系，税银只是小钱，下官完全可以承受。不过林公子，凭我对府尹大人的了解，您在他的地盘赚钱，这件事儿肯定绕不过去。所以你最好好事儿单独准备一份银子，定期送给府尹大人，这样一来，咱们赚钱也踏实。马总管提醒的对，这该花的银子还是要花的，就当花钱保平安了。林公子，老规矩，再进100瓶。马总管，看来这生意越来越好啊。你赚钱自然是好事，但你每次涨价都必须要先通知我，这是我新定的规矩，还请马总管能熟知。当然，下官又岂敢隐瞒报价？毕竟香水是林公子费力制造出来的。相公，马总管这次带来的消息可着实不少啊。是啊，真是没想到，秋光日为了讨好我，居然将自己儿子关入大牢了。看来这位府尹大人想求相公办的事不简单啊。相公还是提前做好准备的好。哼，没关系，他就是胃口再大，那也要先看看牙口如何。要是贪得无厌，小心崩碎了牙。相公，这些交子就是上次郑有离参与剿匪得来的。不错。相公，有了这笔银子，咱们终于可以过得宽裕了。这些银子不到迫不得已是不能动的，留作给你们3个赎身用。相公最好了。老村长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林公子，不知这次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地下粮仓修建好了吗？早就完事儿了，现在只剩收尾工作。自从上次听了林公子提的几点要求，小老这2个月一直严抓质量，并将隐秘性和通风干燥2项指标放在首位。您老辛苦了，不过现在吃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牛背村打造一个好的基础。林公子可千万别这样说，要说辛苦，那还得是你呀。而且功劳最大，能让贫穷的牛背村过上现在的好日子，村民们都十分感激。就是老村长说的对，在林公子的带领下，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，这都是林公子的功劳。我最近几天就一直在观察麦田，小麦已经成熟了，所以这次叫你们来是通知大家，从现在开始正式收割，发动全村力量，让大家都暂时先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尽快将粮食全部收割。这是不是太急了？再有不到1个时辰天就黑了，要不等到明天再收割？村长说的是啊。不行，我等的就是天黑。今晚发动全村，就算是老弱病残，也要出来收割，赶在天亮前将所有庄稼收割完毕。林公子，咱们今年可是种了整整1000多亩地，想要一夜收割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老村长，我知道有困难，但就算困难再大，也必须完成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咱们牛背村的粮食已经被余政府盯上了。今晚收割完毕，等余城府派人来，他们也不知道咱们到底产了多少粮食。要是被他们得知了具体产量，将来牛背村就要年年被余城府剥削。所以您老看着办吧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牛背村能不能闯出一条阳关道，就看今晚了。好，就是今晚活活累死，也一定要收割完，绝不给他们可乘之机。相公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那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列位，粮食对我们牛背村来说就是命根子，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染指的。将来就算要卖粮，那主动权也必须要掌控在我们手里。
我知道大家这2个月都很辛苦，我凌云都看在眼里，也衷心的感谢大家能一直这么配合。所以今夜收粮，每人必须要收割至少2亩地，只要能达到要求，我凌云将以个人名义奖励每人1两银子。要是谁能收割2亩地以上，每多出1亩，便再多奖励1两银子，以此类推。林公子放心，对，就算林公子不奖励银子，我们也一定完成任务。是啊，我们视金钱如粪土。好，那现在就开始。哎，这才刚开始就花了这么多银子，相公，你都多余提银子，这么多钱干点什么不好？就是，这钱花的也太不值了。你们懂什么？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这点银子换来的是全村人的干劲和忠心，值了。花点钱不要紧，但这可是第1次丰收，必须要提振士气。大家赚不到钱，吃不上饭，以后谁还会费心费力的种田？二妹三妹，相公说的有道理，你们从来没种过田，根本体会不到种田的苦累。忙碌大半年，要是颗粒无收，农民又为何要出力不讨好？何况粮食在大端神朝就是命根子，是任何势力都不敢无视的物资。也对，咱们手里有余粮，将来主动权就在我们这边了。林公子，大家都累坏了，今天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停了？当然，未来2天大家都可以在家休息。另外，您老安排几人将收入粮仓的麦子都筛选好，统计一下斤数，做好收尾工作。相公，你们再等一会儿，我这就去做饭。别，大夫人昨夜辛苦，今天就让为夫做饭吧，正好也让你们3个尝尝我的手味。吴月姐，相公真好。三妹，你怎么了？脸这么红，不会是生病了吧？是吗？可能是干活累的，没想到收割庄稼这么辛苦。三妹，这是想要相公疼了？没有，吴月姐说什么呢？三妹，说真的，你也跟了相公大半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你该不会是……说什么呢？你们2个真是气死我了！算了，不理你们了。喂，你不吃饭啦？相公的手艺，下次可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上了。我不饿了，我困了，先回去睡觉了。吴月姐，你说乌娜想通了吗？别担心，看这丫头刚刚的表情，8成是有门。乌娜呢？她说不饿，去睡觉了。这丫头真是不给面子，不吃拉倒，有本事以后都别吃饭。相公，这面都做好了，你干脆直接给她端过去，或许还有意外收获哦。